我很荣幸能成为新一届的国家元首，相信每一个同胞都期望我同以往的前辈们一样，在今天畅所欲言，坦诚地向大家吐露心声。未来一定有诸多困难，而你我都需要以坚定的精神去面对。所有的困难都只是物质方面的，只要我们的精神依旧屹立不倒，物质就永远不会将我们压垮。我们的金钱付诸东流，大批的失业者随处可见，人们正在用艰苦的劳作来换取微薄的报酬，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阴暗现实，是关系到每一位公民的生存问题。这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3月4日的就职演讲，是一个敢于面对现实的演讲。而在此之前的美国总统胡佛一直表示，美国的工厂还在，农田还在，技术还在，一切都在稳步向前，繁荣就在街角。换句话说，就是赢马只在一瞬之间。当一个失业的父亲看着自己的孩子饿得皮包骨头，而收音机里的总统却还在一本正经地宣布经济基本面依然稳健时，这种巨大的反差就不再是安慰了。时间回拨到4年前，1929年3月4日，胡佛刚上台，他的就职演讲几乎和罗斯福是两个世界。他表示，今天我们美国人比历史上任何国家的任何人都更接近于彻底战胜贫困。胡佛他上任的第一天，其实就是那台名为古典自由资本主义的巨型服务器开始冒烟的倒计时。胡佛上台后，既然他要彻底战胜贫穷，他首先就要解决当时最穷的一拨人，就是美国的农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打成废墟，美国农民成了全欧洲的粮仓。为了多卖粮食，美国农民疯狂贷款买拖拉机，开垦荒地。一战结束后，欧洲农民回家种地了，全球农产品瞬间供大于求。整个1920年代的颗粒之繁荣中，美国农民其实一直在通货紧缩的泥潭里挣扎。小麦和棉花的价格连年下跌，200万农民濒临破产。胡佛极其敏锐地意识到，农业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底座，如果农民破产了，他们就买不起城里人造的拖拉机和收音机，工业迟早也会跟着陪葬。于是1929年6月，此时距离华尔街大崩盘还有整整4个月，胡佛签署了农业营销法，正式成立联邦农业局。他推动国会拨了5亿美元，在当时联邦政府一年的总预算也就30多亿美元，这绝对是一笔下了血本的巨款。但是胡佛的操作逻辑是，联邦农业局不直接面对几百万个散户农民，而是拿着这笔钱去资助建立全国性的农业合作社，比如粮食稳定公司、棉花稳定公司。当秋天大丰收，小麦价格要暴跌时，稳定公司就拿着政府的钱入场，以保底高价无限量收购市面上的小麦，存进谷仓。等到第2年市场缺粮，价格上涨时，再把小麦抛售出去，赚回本金。从纸面上看，这个低买高卖、平抑物价的算法完美无缺，甚至带着点现代宏观调控的影子。但胡佛低估了人性，他只给系统设定了政府保底收购的指令，却没有加上强制农民减产的限制条件。胡佛还天真的四处发表演讲，呼吁农民兄弟们，为了国家，请大家自愿少种点地吧。但农民的心里只想告诉他，5年，5年，你知道这5年我怎么过的吗？于是农民们开始报复性增产，政府越是用高价托市，农民种的就越多，农民种的越多，市面上的粮食就越泛滥，真实的自然市场价格就跌得越惨，价格越惨，农业局就得花更多的钱去收购，变成了一个死循环。这就导致后来农业局宁愿把牛奶倒了，把粮食扔了，都不肯把粮食发给灾民们。而他这个法案的致命点还不是在这里，这要再往后才能真正爆发起来，而且是灾难性的。到了1929年10月24日，美国大萧条的第一枪打响，华尔街突然大崩盘，100亿美元的纸面财富在几天内灰飞烟灭。胡佛马上搞出了他的第2套操作，他把福特汽车的亨利·福特、通用电气的 CEO 等一帮工业界的大佬全叫到白宫喝茶。总统对大佬们说，股市崩盘只是金融圈的投机泡沫破了，咱们国家的机器还在，技术还在，只要你们答应我一件事，绝不降薪，绝不裁员。老百姓手里只要有工资，他们就会继续买你们的汽车和收音机，只要熬过这个冬天，经济系统就能自动修复。大佬们一听，总统说的有道理啊，于是纷纷拍着胸脯向全国人民发誓，我们是有良心的企业家，绝不裁员。大佬们回到公司，翻开账本一看，股灾导致中产阶级倾家荡产，谁还去买福特汽车？仓库里的车堆积如山，公司的现金流马上就要断了。在公司破产清算和违背总统誓言之间，资本家毫无悬念地选择了后者。但他们为了顾全面子，我不降你的每小时工资，但我把你每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强制砍成4小时，甚至直接让你回家无薪休假。眼看着失业的人越来越多，机器转不动了，胡佛决定再来一招精神胜利法。他坚信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危机只是暂时的阵痛。为了防止老百姓恐慌导致银行挤兑，胡佛化身为一台不知疲倦的复读机。整个1930年，胡佛和他的内阁官员们每天都在报纸和广播里循环播放，经济基本面依然稳健，我们已经度过了最糟糕的时期，繁荣就在街角。当然，胡佛也不是光打打嘴炮，他决定亲自下场。作为当时全美国乃至全世界最顶尖的工程师，胡佛拿出了他最擅长也最让他热血沸腾的终极武器——搞大基建。失业工人没有活干，没关系，政府出钱，立项修公路、盖大楼、造水坝。
只要工程开工，建筑公司就会招人，工人领了工资就会去买面包、买衣服，面包房和服装厂为了生产又会去招人。在所有的基建项目中，最耀眼、最宏伟，简直是胡佛精神图腾的，就是横跨科罗拉多河，要在绝壁峡谷中截断狂澜的超级大坝——博尔德大坝，后来被命名为胡佛水坝。胡佛的方向是对的，但面对当时美国的大萧条，这是一段水花都打不起来。1930年底，当政府要修水坝招工的消息传出后，全美国的失业者就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拖家带口，开着破福特车，穿越半个美国，涌向了这片温度高达50摄氏度的死亡沙漠。胡佛水坝确实创造了就业，但它最多只能雇佣5000多名工人。可是足足有几万人涌到了这里，那些没被雇佣的人根本没钱回家。他们在沙漠里用纸板、破铁皮和旧帐篷搭起了一个延绵数英里的贫民窟。在没有任何干净饮用水、没有下水道、夏天极其酷热的地方，每天都有人死于中暑和痢疾。但只要工地上死了一个工人，拉格敦里立刻就有10个饿急眼的男人冲上去，抢着干这份每天只有4美元、随时可能摔得粉身碎骨的危险工作。看到这里，你一定会问，既然修水坝能招人，胡佛为什么不印发国债，砸他个500亿美元，在全美国同时开建100个胡佛水坝，那失业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因为在它的底层代码里有一条绝对不可逾越的红线，国家绝对不能无限借钱。政府如果大举借债搞基建，就会和民间企业抢资金，借钱就会导致财政赤字，赤字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最终会摧毁这个金本位国家信用的基石。他到现在还没搞清楚美国大萧条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在1930年6月，胡佛还签署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引发这个法案的原因是他之前为了救农民有关，就是他还给农业加关税。他原以为只是给打个农业补丁，但他根本没意识到，他按下的是国会山上的一个潘多拉魔盒。胡佛最初提交给国会的草案非常克制，只提高少数几项农产品的关税，保护农民。但法案一进了国会，美国的各大既得利益集团坐不住了。国会是由各州的议员组成的，当代表农业州的议员要求提高小麦关税时，代表宾夕法尼亚州的议员跳了出来，凭什么只保护小麦？我们州的钢铁产业也需要保护。紧接着，代表新英格兰的议员说，我们的鞋子和羊毛衫也要加关税。经过长达1年半的争吵，一份原本只有几项农产品的法案，最后竟然涵盖了2万多种进口商品，连洋葱、火柴甚至外国的墓碑都被强行加了高额关税。当这法案推到胡佛的办公桌上等待签字时，全美国的经济学家集体炸锅了。1028名顶尖经济学家联名上书，甚至连汽车大王亨利·福特都冲进白宫，极其失态地恳求胡佛千万别签。一战后，欧洲欠了美国天量的战争债务，欧洲人手里没有黄金，他们只能把欧洲的商品卖到美国赚取美元，然后再用这些美元去偿还欠美国的债，或者购买美国农民过剩的粮食。如果美国建起高墙，把欧洲商品挡在门外，欧洲人赚不到美元，欧洲立刻对美国债务违约，欧洲没钱买美国的粮食和工业品，美国国内的产能彻底憋死，同时美国的银行因为收不回欧洲的债而连环破产。经济学家们跪在地上求胡佛，作为一个最大的债权国，您绝对不能对债务国关上大门啊！胡佛看懂这个逻辑了吗？他绝对看懂了，他是个十分聪明的理科生，但他在极度的政治压力下，最终选择了妥协。1930年6月17日，胡佛带着极其沉重的心情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就在墨水干透的那一秒钟，全球的报复如同物理学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样，极其猛烈地反扑了回来。美国北边的兄弟加拿大最先暴怒，你对我的鸡蛋和木材加重税，你这是要搞死我啊！美国加拿大国会连夜开会，直接对着美国出口过去的几十项核心农产品和工业品祭出惩罚性关税，美国的鸡蛋出口瞬间清零。紧接着是大英帝国，一向标榜自由贸易的英国直接宣布搞帝国特惠制，整个大英帝国包括印度、澳大利亚等广贸市场内部免关税，但对美国商品竖起高墙。然后法国、德国、意大利，全球25个主要国家迅速跟进，大家不再互通有无，而是全都缩回自己的壳里，试图把失业的祸水引向别国。一战之后，原本整个欧美还算过得去，美国借钱给德国搞基建，德国赚了钱拿去给英法交战争赔款，英法拿到赔款转手再还给美国。胡佛签了关税法案后，美国对欧洲关上了大门，欧洲商品卖不进美国，赚不到美元，这个三角循环瞬间断流。到了1931年春天，德国和奥地利的经济率先撑不住了。胡佛意识到，欧洲要是死了，美国的银行也要跟着陪葬。于是1931年6月20日，胡佛抛出了一个倡议，胡佛延期偿付倡议，全世界所有的政府间的债务，大家全体停息停还1年。既然服务器卡死了，咱们就强制拔掉网线，让所有国家的账本都先冻结1年，给大家一个喘息回血的机会。这个倡议在刚宣布的那几天，全球股市大涨，大家觉得胡佛简直是救世主。但这又是一个完美的理论撞上肮脏政治的悲剧。法国人恨透了德国人，死活不愿意放弃让德国赔钱，硬是拉着美国在谈判桌上扯皮了整整3个星期。就这致命的3个星期，市场情绪彻底崩溃。1931年5月，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倒闭，紧接着挤兑狂潮蔓延到德国，德国宣布外汇管制，恐慌跨过英吉利海峡，英国银行被挤兑。
1931年9月，扛不住的英国直接宣布脱离金本位，让英镑贬值。这相当于全球金融系统的底座塌了，欧洲的投资者下疯了，为了保命，疯狂抛售在美国的资产，把成吨的黄金从纽约运回欧洲。欧洲的恐慌一传导回来，美国老百姓也疯了，大家觉得存在银行里的钱全变成了废纸，于是出现了人类金融史上最壮观的全民挤兑。每天都有几十家银行倒闭，胡佛终于被逼到了墙角。以前他坚信政府绝对不能干预市场，但现在如果再不干预，整个美利坚就要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社会了。1932年1月，胡佛强忍着对自己政治信仰的背叛，推动国会成立了复兴金融公司，简称 RFC。这是一个完全由联邦政府出资的超级金融机构，手里握着几十亿美元的法定资本金。这笔钱不救穷人，专门定向输血给那些濒临破产的大银行、铁路公司和大型农业信贷机构。老百姓当时就不干了，我们快饿死了，你不发钱，你拿几十亿去救那些华尔街的吸血鬼。胡佛的逻辑是，经济就是一个供水网，现在大旱灾，政府手里只有这一桶水，如果分给几千万穷人，一人一滴，瞬间蒸发，毫无用处。把水倒进最顶层的主水塔，银行活了，企业能贷到款，企业不去裁员，工人保住饭碗，这桶水最终会滴到最底层的穷人嘴里。胡佛的逻辑在黑板上能拿满分，但他又一次算漏了极度恐慌下的人性。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拿到 RFC 的救命钱后，看着窗外还在疯狂挤兑的老百姓，全都被吓破了胆。他们的第一反应根本不是去放贷，而是像仓鼠一样，把这几十亿美元死死锁在自家的地下金库里，用来充实准备金，防备明天的挤兑。所以胡佛砸下去的几十亿根本动不起来，调控调了个寂寞。如果把当时的美利坚比作一个重症监护室，那么躺在病床上的美国经济不仅已经多器官衰竭，而且连呼吸机都快没电了。到了1932年，因为大家都没钱了，政府收不上来税，联邦财政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巨额赤字。在胡佛那本古典经济学操作手册里，预算平衡是绝对的神明，如果不把赤字抹平，就会引发恶性通胀，美国的金本位底座就会彻底崩塌。为了填平账本，胡佛咬着牙，在经济大萧条的谷底，强行通过了史诗级的加税法案。他把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从 25% 极其残暴的拉到了 63%， 同时大幅提高企业所得税，甚至对汽车、汽油、电力征收消费税。在法案签署前，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基本上是一种富人税，普通老百姓根本摸不到交税的门槛。但胡佛大笔一挥，把起征点做了一次极其残忍的下调，单身人士起征点从1500美元直接砍到了1000美元，已婚家庭起征点从3500美元暴降到了2500美元。1932年，大萧条已经让全美国的工资大缩水。当时一个幸运的保住了饭碗的普通工厂熟练工或底层职员，一年的拼死拼活的收入大概也就是1000到1200美元左右。在以前，这些人是绝对不用交联邦个人所得税的，但胡佛把起征点降到1000美元后，这张税网瞬间往下网住了几百万原本就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的底层中产和蓝领工人。把老百姓拉进交税的门槛还不算完，胡佛还极其生猛地修改了基础税率，也就是你刚过起征点时需要交的那一档最低税率，从原来的 1.5% 极其粗暴地拉升到了 4%。如果你以为我失业了，我一年赚不到1000美元，我就不用被抽血了吧？那你又低估了理科生总统填平赤字的决心。1932年的税入法案恢复和新增了极其庞大的日常消费税，胡佛政府极其精准地盯上了老百姓哪怕砸锅卖铁也要用的东西。寄信的邮资从2美分涨到3美分，汽油、电力、火柴、口香糖、肥皂、牙膏、冰箱，甚至连你去游乐园买张门票全都要额外交税。在这个被胡佛亲手打造的抽血系统里，不管是华尔街的银行家，还是底层的打工人，甚至是街头买盒火柴的失业汉，全美国每一个人的口袋都在被联邦政府物理抽血。在国会和全社会的疯狂逼迫下，胡佛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终于被撕开了一道极其勉强的口子。他签署了紧急救济与建设法，让复兴金融公司拿出3亿美元去救济底层的失业者。但是胡佛死守联邦政府绝对不能直接给老百姓发钱的底线，他规定这3亿美元绝对不能当福利白给，必须是借给各州政府的，而且各州必须证明自己已经绝对身无分文才能借，并且这笔钱只能用于能产生收益的公共工程，比如修收费桥梁，不能直接买面包发给穷人。结果就是州政府为了证明自己破产，得走极其漫长的官僚审批流程，等审批下来，钱拿到手，却发现找不到那么多能赚钱的基建项目。最终这3亿救命钱大部分就那么静静地躺在账上，而街头的穷人依然在饿肚子。所以胡佛真的是糊涂，本来就经济大萧条了，还让他们找赚钱项目。老百姓听不懂什么金本位，也看不懂财政账本，当讲道理无法填饱肚子时，物理层面的硬核冲突就不可避免了。1932年的夏天，2万名在一战中为国流过血的退伍老兵，因为实在活不下去了，带着老婆孩子，扒着货运火车来到华盛顿。他们在国会对面搭起帐篷，要求政府把承诺要在1945年才兑现的战争补偿金提前发给他们救命。这笔钱总额高达20亿美元，胡佛刚才为了填平赤字，连命都快搭上了。现在如果凭空印20亿美元发给老兵，金本位瞬间就会爆炸。于是参议院冷冰冰地否决了老兵的请求。
7月底，为了恢复首都秩序，胡佛下令正规军把滞留在市中心的老兵和平驱赶回营地，并特意强调绝对不许动用武力。但他万万没想到，现场的指挥官是极度傲慢，视老兵为暴徒的麦克阿瑟将军，当时的副官是艾森豪威尔，带队冲锋的是巴顿。麦克阿瑟直接抗命，不仅动用了骑兵和上了刺刀的步兵，甚至丧心病狂地向手无寸铁的老兵和家属投掷了催泪瓦斯，最后还开出了6辆雷诺坦克。正规军不仅把老兵赶出了市中心，还一把火烧毁了整个难民营，火光映红了华盛顿的夜空。虽然开火的是麦克阿瑟，但锅必须由总统来背，所以麦克阿瑟这货打仗没啥本事，搞自家老百姓是非常有手段。1932年7月28日的深夜，纽约州州长官邸，当时还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罗斯福，正坐在轮椅上听着助手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给他读华盛顿传来的急电。麦克阿瑟动用了坦克和催泪瓦斯，老兵营地化为火海。罗斯福其实在心里完全赞同胡佛的做法，这20亿美元的补偿金现在绝对不能发。但罗斯福对他这种对老百姓的手段极为愤怒。胡佛作为一个总统，面对这些曾经为国家卖命的老兵，难道连请他们的代表进白宫喝杯咖啡，听听他们诉苦的勇气都没有吗？你就算没钱给他们，你至少可以给他们一点尊严和安慰。结果你居然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们，最后还放出了一只叫麦克阿瑟的疯狗，去咬那些在战壕里吸过毒气的老兵。如果故事只到这里，罗斯福顶多算个嘴炮王者。往后罗斯福每一个细微的操作，就像在戳胡佛的心窝，而且哪里痛往哪里戳。1933年5月，罗斯福刚刚上台2个月，第二批老兵又杀回了华盛顿，他们依然在原来的地方安营扎寨，依然要求政府把1945年的钱提前发给他们。全美国都在看这位新总统的笑话。你当初骂胡佛，现在轮到你了，你发不发钱？不发钱你怎么收场？罗斯福表示坚决不发，但他没有叫麦克阿瑟，也没有派坦克。他派出了自己的老婆，第一夫人艾莉诺·罗斯福。艾莉诺不仅没带保镖，还在泥泞的营地里跟老兵们一起趟水。他给老兵们带去了热腾腾的咖啡和甜甜圈，和他们一起唱军歌，倾听他们在前线的战斗故事。喝完咖啡，艾莉诺对老兵们说：“兄弟们，总统确实拿不出20亿的现金，但是总统刚刚成立了民间资源保护队。如果你们愿意，政府马上给你们提供去森林里种树修路的工作，包吃包住，每个月给你们发工资，你们干不干？”老兵们感动得热泪盈眶，不仅喝了咖啡，还痛痛快快地收拾铺盖，坐着政府的大巴车去广阔天地种树去了。当时的一位老兵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留下了一句震碎整个胡佛时代的话：当年胡佛派来了军队，现在罗斯福派来了他的妻子。全美国1/4的人口失业，几千家银行倒闭，曾经高高在上的中产阶级在街头卖苹果。在这个美国历史上情绪最绝望、系统最脆弱的时刻，一位下半身瘫痪、坐着轮椅的总统登场。他告诉美国人：“我向你们保证，我向自己保证，要为美国人民实行一项新政。”在竞选时，当时连罗斯福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新政具体是啥，但他知道美国要大变天了。狗一平脚尖的陈思成。